这是希特勒专门从地狱里召唤的恶魔，他浑身赤红，除了犄角和尾巴，心智体型都跟人类幼崽无区别。但他那与生俱来的麒麟臂却极其粗壮。二战末期，第三帝国即将垮台，希特勒耗尽最后的资源，在苏格兰外海的一座小岛上建立了一台庞大的传送装置，并请来一名邪恶巫师开启诸神黄昏计划，妄图扭转全面溃败的战局。时辰已到，巫师将一本法典留给女助手，并赐予她永垂不朽的生命力，然后戴上机械手臂，伴随着一阵咒语，地狱之门被强行打开，唤醒了虚空中被水晶封印的上古邪神。枷锁一旦被打破，末日将在不久后降临于世。好在这个阴谋被赶来的盟军突击队识破，双方展开激烈交战，没想到被一个头戴防毒面具的内罪军官打得溃不成军。他刀枪不入，以一敌百，手中2把刺刀疯狂收割盟军。即便如此，他也无力回天，因为一颗手雷被扔在了仪器正下方，军官没来得及阻止，就被猛烈的爆炸轰飞，一根金属钢管刺穿了他的脊柱，当场昏死。巫师则被关闭中的地狱之门吸入了虚空，化为灰烬。尽管传送门被彻底摧毁，但盟军中的灵异学教授却隐隐感到不安，恐怕已有异界生物通过传送门进入人间了，并且内罪军官的尸体在他们眼皮底下不翼而飞。教授猜得没错，盟军在彻查此地时发现废弃教堂里有只红皮恶魔，超乎众人意料。他不像魔鬼也不邪恶，反倒单纯的像个腼腆小男孩。教授决定收养他，并起名为地狱男爵。多年后成长为彪形大汉的男爵在教授的指导下加入了超自然调查防御局，专门降妖除魔。但教授得了癌症，命不久矣。他从茫茫人海中选中了一个品行兼优的年轻人辅佐男爵。但这天发生的灵异事件非同小可。男爵来到现场时，已有6名警卫被一头古老又凶残的怪物啃食，而且一个照面就将男爵拍飞。没等他缓过来，一把低沉的声音响起，黑暗中走出的男人正是被虚空融化的巫师。男爵不认识他，刚想捡枪给他来一发，但巫师却凭空消失了。男爵只好先对付怪物，用特制子弹将其打残，然后拉着他触摸地铁轨道上的高压电，这恰好是怪物的弱点。而肉身无敌的男爵连打哈欠，直到怪物焚烧殆尽，男爵这才站起身，用着火的那只手不慌不忙地点起了一支雪茄，最后霸气离场。然而他没注意到，一团绿光从怪物的残骸中升起，并一分为2，即将复活。另一边拥有通灵能力的愚人将看到的事情经过传达给教授。原来巫师并没有死于传送门，反而成了上古邪神在人间的代理人。他隐藏在南极圈的一处祭坛，而当年失踪的内罪军官与女助手等时机成熟，便用那本法典与倒霉鬼的血重塑了巫师的肉身。为了确保末日顺利重启，巫师还用1000个天使眼泪炼制而成的岩块复活了那一分为2的怪物地狱犬。他们开始在阴暗潮湿的下水道疯狂产卵，而男爵在刚刚的战斗中也中了招，他的手臂被怪物悄悄埋下了数颗卵，而且成长速度极快，必须以绝后患。男爵重新带队赶往下水道，在此守候的内罪军官听到了动静，于是主动现身，将男爵引至埋伏点。看着被他杀死的地狱犬，男爵顿感不妙。就在他与怪物缠斗之时，跟丢男爵的探员已被屠戮殆尽，愚人也没能成功铲除怪物卵，反而遭到袭击受了重伤，躲进缝隙中逃过一劫。而内罪军官在解决所有探员后，莫名其妙地跟着自杀了。他的尸体就这么被男爵带回到防御局。手术台上的尸体突然苏醒，他的五官实在是不敢恭维，没有内脏的他全靠一种发条装置驱动着身体，开关在胸前，使他能够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地操纵身体。正是利用这点，他伪装成尸体混入超自然调查防御局。见多识广的教授研究后大惊失色，这家伙显然是个极端的受虐狂，连麻醉都不用就把自己的眼皮和上下嘴唇全给移除，只为从痛感当中找到一丝快感。之所以戴防毒面具，是为了避免感染，而他的血液早已排了个一干二净，内脏也全部被他丢弃，转而用灌注了魔法的沙土填满自己的躯壳，取代血液和神经的功能用于控制身体。可想而知，这个发条人得有多恐怖的意志。教授还在身上搜出一张碎纸，破解后得到一处坐标，指向莫斯科的16号公墓，而他全然不知苏醒的发条人已经来到他面前。当然还有操纵这一切的巫师拉斯普京，原来纸条是他刻意为之，他需要一个契机引出男爵，并将未来的景象透露给教授。那是一片被末日笼罩的世界，血光冲天，破败不堪，而罪魁祸首正是男爵。教授根本不信，他儿子什么脾性他最了解。说完便放下十字架，坦然赴死。等到男爵赶来时，只剩一具冰冷的尸体。从这之后，男爵再也没说过一句话，紧握的拳头也从未松开，除了满腔怒火，还有无尽的自责。因为教授出事那晚，不听话的男爵再次离家出走，只为去见他的梦中情人丽丝。两人青梅竹马，但一直没能走到一起。丽丝从小就拥有强大的超能力，可一旦失控就会伤及无辜，使他过度自责，把自己关在精神病院。这一关就是20年，并发誓不再接触任何人，时至今日也没解开心结。所以男爵每次出逃都是为了陪伴他。但如果那晚肯听教授的话，留在防御局，也不至于害死自己的父亲。看着一蹶不振的男爵，丽丝决定接受他的爱意。男爵很快就从悲痛中恢复斗志。防御局局长按照教授留下的线索，亲自带队来到莫斯科郊外的16号公墓，但这座
目的太过庞大，想找到拉斯普京的藏匿点谈何容易？只见男爵扒开坟墓，唤醒了一具死尸，在他的带领下，众人来到错综复杂的地下通道，结果触发了隐藏机关，强行将他们分成了2拨人马。男爵几人刚踏上一座石桥，身后的铁门瞬间关闭，随之而来的大摆锤当场砸飞一名探员，死尸也跟着掉入深渊。男爵率先将局长扔到安全区域，然后在石桥彻底坍塌前钻进了关闭中的铁门。这时杀父仇人发条男出现，男爵逮着他就是一顿暴揍，揍完扔进满是尖刺的陷阱里，再用巨型齿轮将之压成铁饼。完了，局长赶紧为男爵点上血浆，这点小忙他还是能帮上的。但丽丝跟探员无意中走进地狱犬巢穴，数量超多，男爵听到下方的动静开始疯狂捶打地面，硬是开出一条通道挡在他们身前。然而地狱犬杀一只就会复活成2只，越杀越多。丽丝赶紧让探员扇自己一巴掌，原来他得受到伤害才能激发超能力。只见他浑身散发蓝色圣火，数不清的地狱犬瞬间化为灰烬，威力强到连无视火焰的男爵也陷入了昏迷。醒来时，拉斯普京用刻有魔法的枷锁压制男爵，然后当他的面将丽丝的灵魂送入地狱。男爵没办法，为了救他，只能听从拉斯普京的命令。等月食一到，男爵念出了自己的真名。话音刚落，枷锁自动脱落，男爵的犄角重新长了出来，头顶燃起了地狱之火。原来他的麒麟臂是开启末日的钥匙，被称为毁灭之右手。男爵毫不犹豫将右手插入石碑中，一股强大的精神力直冲云霄，在月球表面上撕开一道传送门，被封印的孽龙邪神突破水晶枷锁，眼看就要通往人间。探员唤醒了男爵本质下的那颗纯真之心，恶魔血统并非他的全部。男爵掰断犄角，传送门随之消失。男爵顺势用犄角解决了拉斯普京，但死亡并非他的终点。原来邪神的一部分一直寄宿在拉斯普京体内，转眼变成了邪神迷你版。男爵抱着丽丝的遗体安置好后托付给探员，他刚背上一串手雷，就被邪神的触手给拖了回去，按在地上疯狂摩擦。男爵站起身，从石像手中抠出一把巨剑，砍了半天越砍越多。男爵索性不反抗，拉开手雷引线的同时也被邪神吞入体内。一声爆炸过后，邪神成了一堆渣子。男爵赶紧回到丽丝身边，呼唤着她的灵魂。地狱里的丽丝听到他的声音，总算灵魂归位。探员被晾在一边，他们若无旁人的拥吻起来，也就男爵能承受丽丝的吻，换做他人早就化作骨灰了。就这么一小块黄金王冠，起拍价却要10亿美刀。主持人正要解说这块王冠真正作用时，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往他嘴上丢了制爆引子，接着让手下堵住了后门。苍白男将王冠碎片收入囊中后，从诡异木箱里释放出大量禁忌生物血血拍卖行。此案很快就被超自然调查防御局接手，这个秘密机构专门处理各种超自然邪恶事件。地狱男爵身为首席调查员，立马赶到现场，可70多名贵宾早已尸骨无存，遍地的粘液散发着强烈恶臭。拥有心灵感应的愚人察觉到怪物就在此地，并在怪物百科中找到了相关记载。但下一秒，隐藏在暗处的禁忌生物如蝗虫般汹涌而出，所过之处皆为白骨。原来他们是传说中的小精灵牙仙，爱吃牙齿，也不挑食，皮肤、内脏、骨骼什么都吃，吃完就拉，遍地黏糊糊的排泄物都是贵宾们的遗体。由于牙仙繁殖速度极强，一旦进入自然环境十分危险，因此受到政府严厉管控，光靠枪械根本杀不完。男爵他老婆决定放大招，炙热的烈焰从他体内爆发，瞬间烧死所有牙仙，而男爵故意被炸出窗外，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毕竟雪藏了太久，男爵也想当一回万人敬仰霸气外露的超级英雄，但这也给调查局的公关部门惹来了一堆麻烦。政府专门派出一位重量级人物来驯服这个混世魔王，他就是气体人克劳斯博士。拥有精神超能力的他能跟死去的生物交流。根据牙仙提供的线索，他们准备去往传说中的怪兽市场，但市场的方位极其隐蔽，这就需要用到照妖镜了。眼前的拾荒老太婆看似普通，其实是一头善于伪装的苏格兰巨虫。这个丑八怪最怕金丝雀，在男爵的威胁下，巨虫老老实实为他们带路，很快就找到了市场入口，但门上设计了组合复杂的密码锁。只见克劳斯博士释放出一缕灵魂，几秒便破解了机关大门，成功进入怪兽市场。看着来来往往形态各异的妖魔鬼怪，三人各自展开调查。男爵的办法还是那么的简单粗暴。Who brought the tooth fairies? Prince Nuada. They say Prince Nuada broke the truce, and now there is talk of war the human world. 原来苍白男是精灵王子。传说在创世之初，精灵王国与充满野心的人类展开了一场世纪交战，许多精灵因此而亡。精灵王为了对抗人类，打造了4900个不死不灭的黄金机械战士，人类节节败退。但精灵王不忍生灵涂炭，于是将操控黄金军团的魔法王冠一分为3，与人类共同保管维护和平。然而精灵王子根本不信人类会遵守诺言，他决定重组王冠，率领黄金军团向人类宣战。为此，精灵王子在肮脏的下水道筹备了上千年，日夜苦练剑术。得知人类保管的王冠碎片流转多年出现在
一家拍卖会上，精灵王子大可直接夺走王冠，却还要释放从怪兽市场买来的雅仙。此举遭到精灵王极力反对，国王绝不打破和平约定。王子一怒之下手刃了亲爹，从他怀里拿走了第2块王冠碎片，最后1块藏在公主手里。他逃出来之后，也来到了怪兽市场，因为国王在这里留了一副卷轴，里头标有黄金军团的藏匿点。愚人在调查线索时与公主相遇，他们都拥有心灵感应能力，属于同一类人，因此互生情愫。但就在这时，王子的手下奉命前来活捉公主。没有战斗力的愚人让公主先跑，自己留下了孩子。男爵及时现身，将魔兽丢进了绞肉机。听到手下的死讯，王子竟直接召唤出元素精灵森林之神，在曼哈顿接到大肆破坏，随后将目标转向男爵。但这时，一位母亲大喊求救，她的孩子被困在车内，男爵只好先救出孩子，然后爬上广告牌。克劳斯博士不停催促男爵摧毁森林之神的头部，但男爵始终下不了手。精灵王子也在一旁劝说男爵，这只元素精灵是种族里最后的血脉，一旦死去，世上将不再有这种生物存在。男爵还是做出了选择，他必须保证民众的安全。传说地心深处埋藏着4900个无坚不摧的黄金战士，精灵王本可用他们统治人类，但不忍杀戮的他与人类立下停战协议，和平共处，还将操控黄金军团的王冠分为3块与人类共同保管。可千年来，人类的欲望开始膨胀，不断大肆扩张，森林遭到砍伐，精灵的栖息地相继萎缩，原本尊贵的精灵皇族如今不得不在肮脏的下水道苟延残喘。即便如此，国王也不愿打破和平约定，但这奇耻大辱在精灵王子努阿达心中埋下了邪恶的种子。他苦练1000年的格斗与剑术，在追踪到人类保管的王冠碎片出现在曼哈顿的拍卖会时，努阿达从怪兽市场买来2箱牙鲜血，写了拍卖行，以鲜血宣告世人自己将带领黄金军团一统天下的野心。即使父亲极力反对，他也坚决要走这条不归路。国王只好大义灭亲，命令侍卫将他就地处决。努阿达知道局面已不死不休，于是，在解决侍卫后，毫不留情地对父王下死手。精灵王死后化为数只烟消云散。得到第2块王冠碎片之后，努阿达将目标转向公主手里的最后1块王冠。公主在逃亡期间得到地狱男爵的庇护。努阿达召唤出世上最后一位元素精灵森林之神，他既是生命的赋予者，也是毁灭者。作为种族最后的血脉，男爵也犹豫不决，无法下手。但为了保护民众不受其害，他只好将枪口对准森林之神头部的能量核心。死去的森林之神流淌出绿色血液，唤醒了地球的生机，让城市重新化为一片绿色大地。尘埃落定后，人类却将这场灾难怪罪于男爵，这让他无比失望。回到调查防御局后，本就情绪低落的男爵被顶头上司克劳斯博士一顿数落，气得男爵本能地给了博士一拳，结果防护服当场裂开，博士的灵魂顺势附在储物柜里，借机报复男爵。博士出完气，这才肯罢休。深夜，努阿达王子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进来，公主立刻有了感应，她将王冠碎片藏在书内，然后把卷轴里的地图扔进火炉。刚做完这些，王子已经来到他身后，然而烧不坏的卷轴表面上还刻着一份地图。趁王子在寻找王冠时，公主按下了警报。喝得酩酊大醉的男爵踉踉跄跄赶到，由于公主和努阿达是双胞胎，两人之间不仅心有灵犀，就连受伤也会进行同步，所以男爵没法大展身手，只能畏手畏脚。结果被努阿达的银枪刺入了心脏位置，矛头也断在了体内，并以男爵和公主的性命威胁愚人带上最后1块王冠碎片，前往黄金军团的藏匿点找他。说完便消失不见。此时的男爵命悬一线，矛头却怎么也取不出，一触碰到他就会往心脏刺得更深，大家都束手无策。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然而上级却命令他们放弃男爵，无论如何也不能交出王冠碎片。克劳斯博士看着这对苦命鸳鸯，决定违抗命令，助他们一臂之力。根据地图指引，他们来到北爱尔兰的一座小岛上，但地下世界的入口只有这只缺胳膊少腿的哥布林知道。他想要男爵身上的银色毛尖作为交换，至于如何取出，他自有办法。只见哥布林吹响口哨，地面上的石头拔地而起，最后形成一个洞口。这里就是传说中古老的精灵之城贝瑟莫拉，只是受到黄金军团的诅咒，曾经金碧辉煌的宫殿成了一座废墟。越往里走，男爵的生命体征越微弱，终于在哥布林的带领下见到了一个翅膀上长满眼睛的死亡天使。他是地狱男爵的化身，每当男爵接近死亡时，他总会与之相遇。死亡天使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在此等候男爵的到来，他让男爵的妻子来决定男爵的命运，生代表世界将在不久后毁灭，这是男爵的宿命，死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作为一名魔役，他的灵魂将回归至地狱。妻子无视天使的警告，选择救人。说完，矛头便出现在死亡天使手中，他的身影逐渐消散。哥布林也如愿得到矛头，妻子趴在男爵身边呼唤着他。You have to get up, 'cause you're gonna be a father. 原来妻子已经怀上男爵的孩子。听到这，
男爵立马苏醒，随后被哥布林带到黄金军团的埋藏之处。原来这些不死不灭的机械战士都由哥布林亲手打造。他看似其貌不扬，没想到还是个深藏不露的锻造大师。不过大师腿脚不方便，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男爵了。走进殿堂中心，王子努阿达早已恭候多时，可愚人急于救出公主，直接把王冠碎片拱手相让。至此，分裂的王冠终于合并。然而努阿达违背诺言，唤醒沉睡中的黄金军团，并下达杀戮的指令。黄金战士不知疲惫，身高4米，手臂上配备着一柄熔岩刀刃，但防御力并不强悍。庞大的身形使他们非常笨重。只见男爵掏出巨大手枪，马上干掉了数名黄金战士，而克劳斯博士则利用他的超能力控制了一个。没多久，第一波黄金战士就被屠戮殆尽。很快，他们就见识到这些生物的强大。在源源不断的魔力加持下，黄金战士逐个复原，根本杀不死。男爵回想起老爸曾为他讲过这个故事，拥有皇族血脉的人可以挑战领导黄金军团的权利。虽然男爵的身份相当复杂，但也的确流淌着皇族的血脉。上回被努阿达虐得老惨了，结果这回更惨，被追着打。男爵靠周围的齿轮四处逃窜，最终以偷袭出奇制胜。当男爵摘下努阿达的王冠，自信回头时，王子从怀中掏出匕首，抬起手来就要下刀，但胸口莫名开始流血。回头一看，原来公主用生命的代价阻止了哥哥。临死前，努阿达告诉男爵，人类永远都不可能接受我们的存在，做个选择吧，朋友。兄妹两人相继化作树枝死去，最后的精灵皇族也不复存在了，而王冠则被妻子融化。除非哥布林大师重新打造王冠，但这是不可能的。黄金军团将永远沉睡于地下世界。离开精灵之城后，地狱男爵听从努阿达的劝告，当场把局长开了。老子不干了，还守护个屁的人类！自从加入了超自然调查防御局，地狱男爵每天都在致力于斩妖除魔，为守护人类做贡献。直到这天，失踪了3周的搭档竟然变成了一头狂暴吸血鬼。男爵只想控制住他，但不小心用力过猛，失手错杀了老搭档。搭档临死前喃喃自语，说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这番遗言，男爵实在是想不通。但这些黑暗生物居然敢对超自然力量调查员下手，肯定有大事要发生。果不其然，英国一家对抗邪恶力量的秘密协会向男爵发起求助。在南部的新森林地区出现了体型庞大的巨人僵尸，以往他们能对付1个2个，但这回一次性出现了3个，那可就非同凡响了。他们特意发明了新型电击枪来狩猎巨人，当然，男爵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些。沿途经过的村庄尸横遍野，简直惨不忍睹。他们打算埋伏在这座桥边偷袭巨人，但下一秒，协会的绿衣骑士突然将矛头刺向了男爵。他们没有给男爵喘息的机会，用特制电击枪把他捅成了马蜂窝，然后打开了电流。生死存亡之际，男爵好像看到有什么东西咻的一下，当场拍飞会长的头颅。随后，男爵两眼一黑，彻底昏死。当他醒来，面前有2个巨人正在吸食绿衣骑士的骨髓，而第3个巨人此刻就在他身后。男爵抄起一根木头，直接插在巨人脸上，然后顺势爬到巨人的肩膀，往伤口处猛锤。就在这时，扛着巨斧的僵尸猛然砍向男爵。你看，就算再好的兄弟，也会在背后捅你一刀。等到男爵将剩下2只巨人僵尸解决，他也因力竭又昏死过去。再次醒来时，男爵被老熟人所救，一个拥有通灵能力的强大灵媒，能跟死人的灵魂交流，所以掌握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么问题来了，老搭档死前预言世界末日到底是谁导致的？为什么英国协会会长要置男爵于死地？这些问题爱丽丝都能解答，真相只有一个，就是男爵那只被称为毁灭之右手的麒麟臂，据说可以释放出被天使封印在水晶里的涅龙邪神奥格德鲁，也就是世界末日。会长也不全是因为末日才要除男爵而后快，还有另一层原因。爱丽丝之所以帮助男爵，是因为她想报答多年前的救命之恩。1992年，爱丽丝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惊悚的事情。父母总觉得她的行为举止很是奇怪，但又说不出来的诡异。男爵一眼便看出了问题所在。